兰德智库专家感叹，乌军的成功是台独的噩梦。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，从乌克兰军队的表现，让西方国家感到振奋，甚至超出了美国人最好的预测。自此，美西方有很多专家将台湾与乌克兰混为一谈，以为西方可以通过增加对台军事援助，让台湾岛变成豪猪，就能阻止中国统一的步伐。对于这种理想化的思潮，兰德智库国家安全研究部的副主任、高级政治学家迈克尔·斯皮尔塔斯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。他指出，乌克兰的美梦可能是台独的噩梦。那么他到底发现了什么呢？迈克尔认为，这并不是说中国大陆选择武统行动会很容易，因为组织一场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会非常复杂和困难。但是如果分析一下乌克兰当前所取得成功的因素，就能发现这一切都不适用于台湾岛，因为台湾是一个与美国盟友不接壤的小岛，低估保卫台湾的难度是完全错误的。首先，支持台湾防务可能需要在冲突发生之前进行大量投资，这本身就不成立。美国一方面不愿意在冲突发生之前就对台展开援助，而对台军售又会遭到中国大陆的反击和制裁。美国甚至还不太敢出售敏感的武器装备给台湾地区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美国如果提前大规模的免费对台援助，等于给了中国大陆发动武统的理由，这本身就是疯狂的。其次，中国大陆可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候采取行动，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可能确切知道冲突何时会发生，因为时机才是关键。美国及其盟国对乌克兰的大部分援助是在2月份之后提供的，这在台湾问题上根本就找不到时机。第三，台湾是一个岛屿，在冲突期间向其运送物资要困难得多。在冲突期间，对台湾的空中和海上补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唯一有一点有用的是，台湾地区自己增加防务开支，投资简易移动部署的火力单元，并利用机动性、伪装、隐蔽和欺骗来提高解放军军事行动的成本。这个概念是否可行，存在着疑问。因为台军并不是一支习惯于游击战的军队，而台湾的民众也没有像乌克兰一样经过顿巴斯8年战争的磨砺。第5个问题可能更难解决，因为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方式可能不是两栖登陆，而是采取封锁、海空攻击和空中轰炸相配合，将经济和外交相结合，寻求以武逼统来达成目标。所以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单一的行动方案，而美国也不可能知道中国最后选择哪种方案，这就使得美军难以选择一个合理的应对方案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俄罗斯未能在乌克兰上空获得空中优势，但不等于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也不行，因为解放军正在获得最先进的空中作战装备，并使用最新的作战理念，而在这方面落后的反而是台湾地区的武装。美国人认为中国还是一个核大国，虽然中国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，但是如果有域外国家敢于干涉台海事务，而这种行动又违反了联合国宪章，那么中国就存在使用核威慑来阻止外力干涉的可能。这个时候，美国的介入将变得更加危险。总体来看，西方援助乌克兰所获得的成功，并不等于在干涉中国统一问题时还有同样的机会。因为台湾问题原本就是中国的内政，干涉台海事务就要面对多个方面都非常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。这样的前景，想想都会让某些西方国家感到绝望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